大家好，眼前看到的这是大陆妹福山莴苣的品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自行用种子育苗的好处呢，就是随时都可以种不过这有点手残一次呢下了太多种子了以至于呢幼苗有数百颗撒种时呢覆土与否影响则不大。而在移植时呢，只需要尽可能的将细根保留住挖取幼苗前呢，可事先浇水让土呢更包覆细根再挖深一点呢，会很容易与方便进行带土移植老实说这要很有天分呢才会种不活算是很好种植又不太需要照顾的一种菜莴苣生菜类呢，算是喜湿的作物基本上呢不用怕过于潮湿也因此呢才可以水耕但在土壤过于湿黏的环境下呢，却要小心土壤若是过于湿黏呢，根系会发生腐烂的现象或是生长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在时常下雨的季节呢，适度的将土壤挖松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善尤其呢，若是平常都是由上方浇水浇水久了呢，除了土壤表面很容易产生板结的现象外呢，比较黏的土壤呢，下方也不容易透气当发现水浇下去后呢，没办法快速直接渗透下去就是得进行松土的时机了。而现在移植的位置呢，还没有进行浇水就一直是湿黏的状态这种土壤呢，建议是别把种植空间都种满在内部挖出一条沟槽呢，除了方便排水，垫高种植的方式呢，也可以增加土壤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方便让土壤里过多的水汽呢自然蒸发而这个时节呢，若想在瓜果类或豆科植物作物旁呢进行混合种植这种方式呢也可以更方便调整土壤的湿度总之呢，这是简单不用改善土壤却可以让主根处保持干燥，细根又有水分可以吸收的方法至于要彻底解决土壤过湿的问题呢，目前正在思考建构中吧。总算把一盆幼苗都种完了有发现幼苗都很小颗吗？因为移植的时间呢，并不是依据植株大小决定主要考量因素呢，则是自己的可用时间反正呢，只要依照片头的方式进行移植失败率真的会非常小除非您真的是所谓的天才隔日就可直接验证提高土壤水汽自然蒸发的说法了。这个位置呢，除了湿黏日照也比较低但是将种植位置立体化呢，是真的可以收到不小的效果了。这样做可以提供一个浇水时机上的判断等到土表干了呢，再进行浇水即可。剩下的幼苗呢，大部分就选种在这里了。先看一下这位置的土壤吃水的状况这里的溪地呢垫得比较高平常又使用低水位蔓延的方式所以呢土壤疏松的状态呢可以维持非常长的时间这与自然农法建议有些差异因为必须除草所以用蔓延的方式感觉是更为省力于省时本来呢剩下的一堆幼苗呢，问了亲戚看看是否有需要有的要10颗，有的要20颗，实在太麻烦了干脆我种一种，长大再分去吃比较快。因此呢，几百颗就直接又把它种完不然呢，实在不符合分批种植的原则不过呢，整批种植还是意外的调整成分批采收的方式因为内部有几颗波士顿莴苣就顺道提醒一下，如果您所在的位置呢比较凉爽要种植波士顿莴苣或是结球莴苣也要避免过于潮湿维持土壤的透气性呢，
就可以长得非常细嫩与漂亮。40天后呢，大陆妹就可以进入采收了哈。这后来才种植的呢，反而长得比较快啊。而地上的菜叶呢，显然有人早上已经提早采收了哈。遇到了一个周末呢，菜消化得很快哈。不过呢，不只是被拿去煮面之外呢，还打包带走了不少啦。而天气的变化呢，真的很难预测啦。本来还在思考呢，如何顺利应对梅雨季节啦，结果呢，4月就有台风哈，只好把隐藏版的大陆妹呢，场域先整理一下哈。这一次因为日照比较少，土壤会比较湿黏啦。从不同杂草的种类呢，就可以判断出哪里的土壤会很不透气啦。眼前这牛筋草呢，虽然没有盖过大陆妹的日照哈。但因为牛筋草的根系呢非常强悍啊，就算在非常严酷的环境啊，都还是可以生存啊。而根系钻进土里时呢，就像是盖房子的钢筋会把土壤抓得很紧啊。因此呢，不用挖呢就可以知道土壤非常不透气啊。这也是造成大陆妹生长缓慢的原因啊。而在镜头更前方呢，草的结构就完全不同了哈，明显长得比较高啊，属于不同种类的杂草了。该处呢，土壤就会比较疏松哈，这种就可以比较贴近自然农法的说法了。平常呢可以不除草哈，但是若草长超过作物的高度呢，就要修剪。但若是这种牛筋草呢，也采用这种说法的话哈。光从除草的镜头非常难把，就知道这土壤被抓得多紧密了。所以不管你是采用何种方式种植最好还是可以针对种植环境进行微调种植的方式啦。而这也是为何制作影片时呢，会想把种植环境背景顺道说清楚的原因啦。除完草松完土呢，马上就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哈。进入后期才除草呢，这对于不施肥种植很重要啦，因为这样可让养分呢更集中提供给作物哈。而松土的另一层意义呢，则是可把养分呢均匀敲散到土里啦。此时浇水呢，除了土壤已经透气哈，根系也容易吸收到融进土里的养分啦。因为土壤已经变得疏松随着天气的转热呢，浇水的频率也要提高啦。而现在呢，才让它加速生长是不是也间接达到分批种植的修正效果啦？谢谢收看。